中央人民政府为何不在中南海挂牌？原来是周总理反对，毛主席最初甚至都不愿搬入其中。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中南海为何不挂牌？作为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等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同时是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生活起居住所，中南海不仅是实际上的中央人民政府驻地，而且是国家重要的象征之一。但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都挂上了新的牌匾，唯独中南海没有挂上中央人民政府的牌子。直到今日，作为进入中南海的正大门新华门上，也依然没有任何与中央政府有关的牌子，只有通过大门看到院内隐蔽墙上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才能感觉到它的不一般。但其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是准备挂牌的，而且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的齐彦明已经着手用最好的金丝楠木，经过多道工序，最终制成了刻有中央人民政府几个大字的精致牌匾，但是却在挂上之时被周总理阻拦了下来。难道是因为牌匾制作的有问题吗？要知道，齐彦明本身就是一名集文学书法和篆刻本领为一身的大家，负责这项工作应该是最在行的，其同时又是我党的高级干部，对于牌匾严肃性的把握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实际上，周总理不同意挂牌，并不是因为牌匾的问题，而是因为中南海的特殊性。这里曾是明清2代的皇家御苑，在外人看来是绝对富丽堂皇的富贵之地。后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袁世凯一度占据这里作为北洋政府总统府的所在地。直到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迁往南京，这里才像故宫一样成为了单纯的文物单位，并且被开辟为公园。但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占领北平之后，就有许多日伪机构进驻这里。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和傅作义先后掌握北平，又将办公地点设在了这里，但是只用不休。当时的中南海虽然依然被称为公园，却早已是杂草丛生，破败不堪，更别说有任何一点皇家气派了。而负责领队接收中南海的齐彦明，更是带领数百名战士，一面对中南海进行清淤和排雷，一面对房屋进行修缮，才勉强整理出一个整洁的办公地点。但是即便布置的再怎么简单朴素，这里都依然脱不开曾经皇家园林的身份。因此起初毛主席对入住这里极度反感。1949年初，北平解放不久，党中央驻地就从西北坡迁到了香山，香山相对自然和幽静的环境也让主席很是满意，同时远离闹市，安全性方面也很好。但是恰恰就是因为远离闹市，面对即将建国的各项事务和会议，来回非常不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还要有一个合适的场所召开人民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的人员往来和活动组织等工作，更需要中央驻地靠近市区，而中南海所在的位置和相对安静的内部环境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尽管主席从个人情感上不愿意入驻中南海，但是考虑到实际工作需要和民主投票决议之后，还是入驻了中南海。同时，中央和其他主要领导也都入驻了中南海。不过党中央入驻中南海以及后来中央人民政府驻地设在中南海，都是为了办公需要，所以内部的布置陈设都非常简朴。这也是我党领导革命，提倡平等民主，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体现。而那一块用料珍贵的金丝楠木牌匾一旦挂上，就与这样的宗旨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总理当时就提出了反对，那块牌匾也最终收藏在了博物馆中。